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抗中是门好生意吗？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例子哦。最近美国的司法部正式起诉大纪元的财务长，他叫做关伟东哦，指控他什么呢？指控他多年来与他人共谋进行跨国的诈欺耶利用大纪元团队洗钱。大家知道大纪元它是法轮功旗下的一个媒体，反中或者是抗中这样的色彩非常的强烈或者是说反共像这样的色彩非常的强烈。那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又进一步说他们是创了一个叫做线上赚钱的团队，然后骗人有点像是诈骗集团，唆使他的团队成员用加密货币来兑换非法资金然后诈欺什么呢？失业救济金然后把这个钱大概骗来大概有台币21.7亿然后把这些非法的资金洗进大纪元相关的账户。那检方进一步讲说他们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大纪元的年度营收比前一年暴增了410%，然后才发现原来有做这样非法的勾当。他找这个财务长关伟东进来问的时候，这个关先生还跟他说这钱是来自于捐款，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嘛。那事情曝光之后呢，我们看到国会山报这个 The Hill 这个媒体还说一开始美国司法部门不想要公开所谓的这个身份，就叫做大纪元后来媒体去追，媒体去查，才知道原来就是大纪元。可是司法部他又加了一句话说这个嫌犯关伟东是他个人的犯罪行为，跟大纪元的活动无关所以呢，外界就讲说美国是不是要保护大纪元这个媒体，可能有他的用意这个是外界的一个想法跟讨论。而另外我们看看郭文贵，他跟大纪元也有相关。那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富商，逃到美国去之后，他讲了很多反中的言论或是反共的言论，那也引起很多留在这个可能华人世界的一些共鸣所以他也赚了蛮多的钱，然后他的网络上的声量也很大。可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郭国文涉及了一个诈欺案，而且已经正式进入了审判。对不起，郭文贵。不是郭国文，对不起，刚才一直讲郭文贵案，对，他在纽约进行了审判。可是呢，在案件审判第5天的时候，法庭请一个人他的前翻译叫做凯琳作为证人。那他的翻译凯琳在这里，这位女士长得非常美丽她大方的承认说，我其实是 FBA 的前间谍。对不起 ，FBI 的前间谍，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呢，这个事情的串联美国的政府或是美国的官方是不是有在背后运作一些事情呢？就是像这样的证据一点一滴的浮上了台面。我们看到郭文贵他必须讲他讲了他跟所谓凯琳的关系，或是外界媒体从外界看到的是，凯琳不仅是举止优雅得体，具舞蹈能力，还精通多国的语言，总是可以让目标对象失去戒心。这就是女间谍嘛，美女间谍的必要条件所以郭文贵事件或者是大纪元被调查，现在大家可以把它稍微的想一想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也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一名中国的留学生他被指控跑去美军基地拍摄相关的设施。那美国的司法部门非常罕见的以2战法律来指控这一名学生6项罪名。我们看到这个地点是发生在维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这名学生他是用无人机在这边拍呀拍，结果后来被发现了嘛，然后就被抓到了。那美国的司法部为什么要用这个2战年代的法律制裁透过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感觉上不符合比例原则。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也说破获英军的英国的军情6处的间谍案，专家就说这个是警惕你身边的00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美国可能有所谓的中国间谍，可是中国大陆也说可能有英国以及美国的间谍在中国大陆活动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英国的军情6处他们吸收了王姓的夫妇，他们是到英国去的中国留学生，而且呢，我们看到英国首相的发言人就讲了，
政府长期以来政策不会对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工作或安全事务发表评论，所以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事情曝光之后，来先请教赖老师。大纪元啊，在几年前啊，应该3年多前，那个时候应该4年前，美国川普跟拜登在选举很激烈的时候啊，那他介入了这个选举啊，支持的另外一个没有当选的，现在被判有罪的那一位总统啊。然后跟《纽约时报》就爆发了很激烈的争论啊，纽约时报》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批判这个大纪元，把大纪元的底全部都揭露出来。其实美国的 CIA 美国的情报机构都非常知道大纪元或是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那问题就在于它是可以利用的。所以不管他在大陆怎么样，不管他在美国干了什么事，但是一旦可以利用，那就加以利用。所以所有的事都帮他洗白了。郭文贵在大陆的贪渎案、贿赂案等等的啊，当初一个中学生，然后后来进入开始去炒作房地产，然后结交名流大陆的权贵然后到最后再开始肃清反贪的时候，那逃到了美国去。那美国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很多钱已经带到美国，他结交美国的很多的政商界的人士，也给了很多的政治现金。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也知道这个人是可以利用的，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天天骂中国大陆，天天骂，所以天天骂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了。所以对美国的政府来说的话，是凡事只要能够去伤害到中国大陆的任何组织、机构跟个人，只要可以利用的，他都要利用。一旦呢，他要利用的时候，就把它洗白了。所以这些人都被洗白，洗白到最后，但是这些人并不白。那被洗白之后，到最后并不白，总是会出现他的不白。那大纪元就是一个案例了，最后不白了，那曝光了怎么办？想办法再盖，盖不住了。然后就只好轻描淡写。郭文贵也是一样，因为没有办法再盖了，然后曝光了，再怎么办呢？就轻描淡写都把它过去。但是为什么要轻描淡写呢？因为还是可以利用，还是要继续利用。在这个情形下，当然那就是继续把它洗白了，继续轻描淡写，因为这些人都是美国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棋子，而且是一个资源。对于中国大陆逮捕的这个英国的密情局他们的情报人员，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工作，但是他已经被吸收了，而且也接受训练了。那么被吸收、接受谍报人员的训练，所以他已经成为英国密情局的谍报员，那渗透在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机构里面。现在被逮捕了，逮捕了以后，对英国政府来讲，你要怎么处理？要挽救还是不挽救？你要营救还是不营救？为什么会突然间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呢？那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5月13号左右吧。英国逮捕了香港的2位在英国工作的公务员，然后说他们涉嫌间谍罪，把他起诉了。那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评论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很快的如果你是英国间谍的话，尤其是密情局的间谍，赶快跑吧因为一定会被抓。果然这2位就被抓了。那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英国人在中国大陆被抓，而中国大陆没宣布，英国是不是也没宣布？来，接下来请教苑老师。我这个长达20多年来，对于这个法轮功的发展，我一直是很好奇，也很惊讶了。我好奇的是，这个法轮功到底是用气功健身，还是用气功制造法术我这搞不太懂因为它很早的话呢，就在大陆被宣为这个好像是跟宗教邪教了但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原来跟我都蛮熟的，他们都非常相信法轮功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很惊讶一件事情，就是大纪元本身的话呢，那个文字上跟那个视频上的那个宣传的力量，就是超乎我的预期然后他们各方面的影响力之大，
因为我曾经在佛光大学教过1年书嘛，我认为说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佛光山系统啊，没想到这个大纪元的话呢，后起之秀没有多久，他表现得非常的勇猛啊，那现在看到关伟长的这件事情，我才发觉说，他们这个募款的本身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是有一些这个钱。我不晓得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还是说是有一些反中人士资助的，搞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程度非常大。但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联络到了这个郭文贵这边了。因为我今天看到郭文贵这件事情，我特别注意一下。我一直在找这个凯琳啊，他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后来发觉郭文贵，我居然看到这张照片了。我觉得说。这个人挺有艳福的哈，但是我觉得郭文贵本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嘛，他基本上的话呢，就是靠房地产起家。那他做了很多事情呢，我觉得他做了3件事情蛮恶劣的事情呢。第一个，这个假款跑到美国去的话呢，这个其实相对于这个大陆的发展来讲，就是挺恶劣的。然后第二个的话，他造了很多谣，你知道，讲的他在飞机上讲了一大堆事情，不堪闻问啊，简直就跟那个最低级的黄色小说写的一样，他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第3点的话，就是对于他来讲的话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以诈欺罪，而且你知道诈欺多少？10亿美元呢、我的天呐，billionaires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嘛，对300多亿美元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我就会觉得说，郭文贵本身呢，在美国做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在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国家的安全机构或者说间谍战彼此之间的往来确实是非常非常详实严密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大家都说那个像以色列的穆萨德什么的，像俄国的这种情报系统英国的 MI6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CIA FBI 什么的，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我这个凯琳的话呢，居然在法院作证的时候，顺带的公开承认他自己就是 FBI 的潜伏在郭文贵旁边的间谍吧，还是算什么东西？女间谍，对。哇塞，这个实在是太劲爆了！因为这个间谍基本上的信条就是绝不轻易的泄露自己的身份，这应该是个规矩吧？对啊，几千年前黑道就有这个规矩嘛，你怎么可以对不对？你看那个《无间道》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轻易的承认，但这件事情承认的话呢，我觉得看样子郭文贵是真的不受重视了，这个凯琳才大方的承认。是，来委员，这样子这个我看到了大纪元，以及看到了郭文贵这个事。我就想到了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怎么污钱的？就是用所谓的在美国在台湾要成立，然后就开始说什么拥有头护照然后可以保障台湾安全不是污了一堆钱吗？最后被起诉。真的有。一个是靠台独，一个是靠反共。郭文贵大纪元他现在是骗的都是谁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呢，都是华人的钱呢。而且反共，对，就是他们不一定反中，他们都是反共。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反共来树立于自己要对抗共产党的权威，还有呢，树立自己要去搞台独的权威，然后来骗大家的钱。第二个，从此以后，我真的建议大家，郭文贵不要用富商奸商来形容他，他不值这个价钱，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用骗来的钱，而且付出了他弟弟生命的代价。他一生里面就是骗，从他的家乡一直骗到北京，骗到了海外。台湾有大建商被骗骗到差点当时整个周转差点出状况第二个，有台湾的名建筑师被骗到现在而且都用10几亿做单位的，这是个骗子。第三个。COVID-19 的时候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最后《纽约时报》把它给拆穿嘛，就是郭文贵加班农，然后弄了这一个香港大学的一个女研究员，一个研究的项目是牙科的女研究员，结果变成了专家，说这个细菌是中国制造出来的。对，那个是。你还记得是吧？背后就是郭文贵跟班农一起开记者会，这一票人，整个当时是支持。川普的，对，然后呢，拜登上来先找他们算账，是，所以他们现在又很乖的又转回去，当然郭文贵已经不能利用了，对，那大纪元现在又转回去是支持美国的，他现在没有支持特别的，那为什么这一个人要现出说我是 FBI 的？这个换了这个叶老师你讲对了，他理由很简单，你这个人已经没有用了。
而且是会人一个了，所以我敢表态我是谁了，骗子一个，对不？我知道，所以呢，他一辈子骗子，骗到最后也被骗了，有没有？哎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可是我想他应该不只是骗子，他可能有幻术吧，要不然怎么这么厉害，不是可以骗到那个这么多人？没有，他骗的方式，你只要注意去看。我举个例子，你看他这一副长相，你怎么看都是怎么样子？好像明明正派啊！他的所有在上面讲的大陆的政情，最大的特点就是1分真99分假。为了这个假，他还可以去制造假文件，为了这个假文件，还有人被抓嘛？是休息一下，我跟你讲，太嗨呀！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不过很多台湾的媒体的确那个时候有引述很多郭文贵的话，我都还记得。不过我们来看看哦，包括最近在日本发生一件事情，日本人非常生气哦，就是中国大陆的一名网红，一个年轻人，他跑去这个靖国神社外头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喷漆啦，还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哦。那当然中国外交部有一些回应啊，日本警方把他抓了嘛，然后也这个让他遣返返回中国。可是呢，中国外交部毛宁讲了一些话大家可能来想一想看，他是不是在暗酸或者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就说，靖国神社是日本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象征，这个没有错啦那日本应该要切实正视并且反省侵略的历史然后呢，另外呢，他后面才附带说提醒在外的中国公民你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所以他有点倒过来了。他是不是应该要说，哎呀，我们中国公民应该要如何如何？可是他先讲了一段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当年的事情在外交礼节上面，一般认为应该是说你要先呼吁不要做这种事，所以就有人说毛宁是不是故意要给日本难堪呢？这个是中国大陆跟日本中间有一些历史的情节连接到最近的新闻。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亲美，有很多的美军基地，我们熟知的冲绳有很多的居民可能对于这个美军在这边有一些美军基地，它有一些反弹。那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桩新闻是，冲绳市民有一些团体在报上登广告，公开呼吁不要让日本变成战场他们买下了全版的广告。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青森机场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2架 F-35相继紧急迫降在这里。可是大家就说啦，奇怪了 ，F-35A 的战机很贵造价很贵，应该是最新的这个美制的战机，怎么会这么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障的情况，而且是相继就接二连三。就故障了吗？那到底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呢？讲到青森这个地方，可能观众朋友对于它作为一个这个美军驻日的美军基地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居民的反弹，或者是对于驻日美军有意见。我们讲2件事情，包括在2021年以及2019年都发生了 F-16战机在这个地方像是燃料箱掉落，还有包括误投230公斤的模拟弹像是这样的事情在地上砸出大洞，当地的居民其实都有反弹。而我们看到像是南韩其实跟美国的这个合作也非常多，在军事上面有很多一起的演习。可是现在呢，非常亲美的总统尹锡悦，他的民调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差他的差评达到6.5%，好评只有3%那有很大的危机，像这些政治人物就要挽救嘛。于是呢，我们看到尹锡悦最近释放了一个消息，他说我们韩国要发大财了，因为我们在外海潜藏了140亿的天然气，140亿桶这么多的天然气可以使用29年。他就讲了说，这是去年2月发现的那这个蕴藏的天然气非常的丰富，包括也有石油可以用4年，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个探测性的一些实验的计划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不是想要用这件事情来出手挽救他日益低落的民调呢？而南北韩最近真的讲发生好多事情包括我们看到北韩用一些极端的手法，把秽物放在气球里空飘到南韩所以我们看到呢，2个地方包括北韩、南北韩这2个地方
原来有一个919的军事协议，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生效了。那是在2018年，大家还记得这历史性的一刻吗？文在寅跟金正恩在这个南北的交界处38度线附近有握手，然后签下了这个919的军事协议，里头是说要暂停演习，还有在38度线附近要设置禁飞区，停止所有的军事敌对行动。板门店还撤哨那个时候吸引了全球的媒体国际媒体去报道。可是现在恐怕919军事协议的效力要失效了。那韩战会不会卷土重来？因为也有一些人担心嘛。你看到北韩，因为你比较难预测他会做什么事，他推出了类似西方设计的新型坦克车，他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吗？或者是行为吗？请教赖老师。当时日本把国际法院判决的国际战犯尤其是侵略中国亚洲的这些国际战犯日本要把它放到他们的所谓的靖国神社的时候，日本当时的国王有日本人称为天皇他是反对的，因为他认为不应该，这些人已经是国际战犯了，怎么可以放进去？而且放进去以后会引起未来永远的争议。可是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然后就被放进去了。后来他在他活的时候从来不去这个靖国神社。那我们看到日本的政客，尤其是右翼的政客，军国主义的后代，就络绎不绝的到了靖国神社，对于他的先祖，就是那些国际战犯去祭拜。这个当然很伤整个亚洲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感情。日本人也曾屠杀我们台湾人20几万人，屠杀镇压。然后到最后用很残暴的方法统治台湾半个世纪。那台独的这些人这么的健忘，他的健忘其实对于台湾的未来会有贻害，因为事件搞不好又会重演，会鼓励更多人说，台湾人可以杀，反正杀了20-30万，最后他还是会对你感恩戴德，这个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永远记得日本人干过的坏事，这不能忘记。那我们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日本人要认错，认错寻求我们的原谅是可以的。你不认错，我们就没有理由要原谅你。我想这一点次序一定要弄清楚F-35确实不是一款好飞机因为它造出来没有多少时间，已经不知道摔了多少架。现在它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出在哪里？美国的空军不愿意接收 F-35了。所以他现在堆了上百架，为什么？因为有问题，设计、制造、研发，他要三位一体，结果都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调零件的调零件，载机的载机，前段时间才又载一架。也就是说 ，F-35这个飞机设计原本就是一个错误，它原本设计是要做轻型战机的，轻型因为它是要跟 F-22高低搭、轻重搭，结果 F-22设计错误。设计错误以后就不再量产了，那怎么办呢？就把部分的功能转移到 F-35 就不胜负担，所以它本身也发生了一连串的错误。美国现在已经束手无策了，因为美国的空军也不要这个，我用美国空军司令讲的话这不是我自己讲的，他讲的，他说 F-35是那一坨，真的那一坨，他是这样讲，对，他是讲。那也就知道他们的飞行员是很不喜欢这个战机，那他们尽量卖到海外去，因为反正摘的是外国人嘛，摘的是日本人，没有关系很不应该但是他们拼命的卖但那尹锡悦的说，他现在说，去年发现，那去年为什么不宣布？为什么今年宣布？其实发现找到可能有天然气，跟你去找到定点。跟你去能够成功的挖出来，再能够把它采收进来，那是3件事。我们中油当时在南海也找到也发现有庞大的天然气结果到今天也都没采到日本海部也是，对不对？所以哪里都是不要吹了。所以还有漫漫长路他为了他的民调，我们原谅他来进一下广告好。好，我们请教苑老师怎么看中国跟日本的关系？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毛民的态度
这个的确啊，因为我想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外交在处理的仪式上的话呢，他应该是先讲过来，就是说我们的国民在日本旅游的话呢，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行为，然后再接下来讲到靖国神社的意义。他现在倒过来啊，然后就眼睛的表情永远是非常那个专业外交官的那种讲法，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其实讲起来，中日关系不太好了。中日不太关系的话，那个长期讲到靖国神社的话呢，你那个表现的那个态度啊，就是说大陆一般的网民啊，因为我有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我们这边对日本态度跟大陆是刚好是南辕北辙，完全相反的啊。那么这个大陆有网民，因为其实现在大陆人到日本去申请个签证不容易，你知道吗？啊，这不容易。然后他这种情况下跑到靖国神社做这些动作来讲的话，对于毛宁来讲的话呢，他觉得说是也刚好而已啦啊，因为靖国神本身代表的意义嘛，再加上这个日本人，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我们赖清德5月20号的时候，日本派了多少个议员呢？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是明显在这挑衅中国嘛。30多个议员的话呢，可以说是最大的代表团啊。那这个是对于大陆来讲的话呢，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这里面就是有重要的意思。结果他的确是要故意让日本觉得很窝囊嘛，因为大陆已经做好，基本上跟日本、美国他们基本上态度上来讲就比较坚决了，要翻脸就翻脸，无所谓嘛。所以，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尹锡悦这边的情况呢，非常值得聊一聊啊，因为尹锡悦的话呢，他改变了整个这个韩国对待这个朝鲜、俄罗斯跟中国的态度啊，这个也算是很厉害了啊！大家还记得那个文在寅的时候，这边有张照片。那文在寅那个时候呢，是这个中俄朝这3国的话呢，是韩国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要素啊。原则上的话呢，是以和平方案为主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文在寅他本身是也是从这个朝鲜过来的嘛，所以说这个态度上会觉得说比较注意一下。尹锡悦是刚好相反的，尹锡悦干的总统这2年来像吃错药的一样啊，他唯一吃对药的是对老婆的态度，那倒是没话讲啊。那其他的话呢，据说3天出国1趟1年内出国100多趟啊，这个比例非常高。而且的话呢，最近选举大败的原因的话呢，那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啊都不敢带出来，因为呢本身来讲的话呢，有一点司法上的丑闻，所以尹锡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大家要记得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要讲一下，因为你每一次当选，当大家针对于不同的立场很对决的时候，尹锡悦当的时候那个对那个叫什么李在明什么的，那个他本身来讲赢他不到1%啊，很少，做出了100%的决定啊，你看像不像赖清德？是啊，赖清德赢的时候我基本上赖清德还不是多数啊，那没有多数，那么现在他做出来的决定是大家集体完蛋啊，有没有问过老百姓的意见？你讲这话。我所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讲得好，大家都认为他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啊，非常危险。但是问题是，这就是民主的悲剧啊！你民主悲剧让他一旦取得大权以后，他基本上就完全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讲，完全不会考虑到他自己的权利的基础啊，里面的话呢根本就是差距非常遥远了。所以尹锡悦有今天这个下场的话，是他自找的，没什么话讲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就告诉几个观念，大家想一想。第一个，拜托，从今天起，日本的皇帝就叫皇帝。为什么全世界都叫皇帝，只有他叫天皇？他天在哪里？刚才赖玉谦叫国王，国王，他大在哪里嘛？全世界都皇帝，他天什么皇嘛？就叫皇帝。我就叫他日本国。是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要这2个字不要用了，这2个字是一个修饰。第二个，日本呢有一个靖国神社，他祭拜他所有为他的国家付出奉献牺牲的人，这每个国家这张忠烈祠什么都是有的，都是对的。但是当他把战犯放进去的时候，就羞辱了神社，变成建国模式。你像神社的话，那对那沿间的人是不公平的。这是日本人把自己做小作贱，他不晓得，因为你作贱了，所以才有人要去作贱你。对不？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你自己作贱了，所以它不是神社，它叫模式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我们介绍赖玉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胜峰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苑举正教授。前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总统，他就任才半个月，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哇，好像过了半年这么久，因为呢，我们跟对岸的对抗或者是采取更激烈的抗中策略，很多人看傻了眼。那未来到底会怎么走呢？这就必须要看看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了。他最近有一些发言，我们来检视一下哦。国防部长发言的烦恼，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啊，常常他会必须考虑台美关系。否则，消息曝光之后呢，还要想想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会不会打电话来因为他过去当的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嘛。那网络上就有很多的网友就评论说，原来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还要被美国人指挥还要被指指点点你卑躬屈膝，见了美国人就矮了一截，只敢压榨国军，这样对吗？那也有人说，是不是他讲的应该是 AIT 的主席，可能来警告，来自美国任何武器不能打到大陆，只能在台湾本土使用。这位网友显然是借鉴乌克兰的例子不过必须要讲顾立雄部长到底是要显示跟 AIT 的关系很好，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啦是不是说我跟 AIT 关系很密切啊？我们要问的是美国的这个像是 AIT， 他可以随意打电话给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询问国防事务吗？这样是对的吗？等一下会请问现场的专家来告诉我们，来帮我们解析。不过呢，还有一个亮点，或者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美国有近30家军火商最近抵台要访赖清德那这是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叫做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名称叫这样。可是事实上有人就说，这是军火商要来兜售武器吗？讲好听一点是交流啦，像是无人机无人艇可是是不是要来兜售武器呢？包括我们新政府的一些重要人士，像是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部部长顾立雄，都是这个美台商会甚至这些军火商他们要拜会的对象。而另外，我们说国建国造，我们说我们自己国家的武器自己造我们的这个国造强攻系统，大家看到助攻3飞弹已经进化了看起来美国人到底是乐见还是不乐见呢？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正在关注后续的发展，所以呢，知情人士就讲美国知名的军火商正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研发进度。那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中科院的这个天弓3型的飞弹，我们自制的预警雷达，如果很成功，它是想要干嘛？来中断吗？或者是来干预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军是不是也在为台湾备战这个标题很惊悚。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五角大厦头一遭要设一个叫做台湾秘密小组，那它用意是什么？因为呢，它必须要加速它要盯着这个武器的交付，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 complain， 我们一直在抱怨这个美国的武器我们都已经付钱了，你迟迟不交给我们。那美国的国防部是说，这要因应来自中国的日益严峻军事威胁所以我们要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不是这个承诺要拨款吗？要提这个预算法案，主张军援台湾5亿元除了5亿元，这个不是说送给你这个不用还这个是军事融资还有包括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还有贷款担保，就是借钱给你买武器啦。那另外我们看到南海的情况，过去一段时间必须讲蛮紧张的，中国大陆就宣布了要在南海做军演，然后呢要有禁渔令，而且长达4个月。专家就讲这是为了海警3号令铺路这是解放军5月26号到28号在南海举办军事训练活动，同时中国政府宣布要实施2024年度的南海地区的禁渔令4个月，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知情人士就讲说，这等于是在为海警3号令铺路那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可能整体的战略呢？那地缘政治在南海，当然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国家菲律宾它跟中国最近的关系搞得也不好。那美国那当然也跟菲律宾的这个军方不断的密集在做一些军演做一些事情，要提升他们的威
哲力还有战力哦，这是今年的第4场演习，美菲陆战队航空支援行动3号展开了，演习地点包括临近台湾的菲律宾的小岛巴丹群岛、北伊罗科斯省以及中吕宋地区，马尼拉都会区也有哦，还有靠近南海的巴拉望省，你看到美国大兵跟菲律宾的军人站在一起，肩并肩的做一些操演，而美军的 MQ-9A 无人机已经在菲律宾这个轮换部署了，支持情报共享工作，这是著名的死神无人机停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武装部队之间的一些基地，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转换，那到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来，先请教委员李胜峰委员。这样子，我们先总体的角度来看，我记得美国啊，在10几年前曾经来台湾了解一下台湾的防务能力到底有多强，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很恐怖。他说，以为台湾的国军是以色列，结果发现是菲律宾那现在呢，美国在亚洲、东亚跟南亚最想搞的2个人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菲律宾。难道真的他找到了这2个烂兄烂弟，要把它扯在一起吗？菲律宾这一次是把自己玩得很惨，但是呢还好，菲律宾今天的对象是中国，不是美国。假如他的对象是美国，那早就是阿富汗跟伊拉克的命运了，还留着在那里唱秋，还留着你在那里天天窜跳。这就是中美2国对付弱国是不同的态度。那美菲的联合军演，你就看看就好了。那是只有美国没有菲律宾，菲律宾的军力跟战力大概几世皆知完镇压自己的民众还可，对外作战我看那是问号连连这个我的印象很深，在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菲律宾去旅游那他有靶场。在靶场砰打的时候，打完靶场我们很兴奋。这个时候呢，居然那个旁边的警察，那个军人会说你要不要我这个帽徽可以卖给你，我这个胸章我都不要。然后到最后他把手枪拿起来说你要这一把我可以卖给你，枪要卖给你，真的，这我讲的他是军人吗？军人对，你不要讲对，这个对不对？而且台湾所有的枪支的走私进口最大的来源就哪里？就是菲律宾。这个倒是，是吧？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不好好把自己内部给搞好，老是来上蹿下跳的，会整死自己。菲律宾整死自己。第2个就是台湾，我们就来看看顾立雄讲 AIT 会不会打电话来，他很 worry。其实他这个话在我来看法他是不适格的国防部长。美国会影响台湾，这个是谁都知道。美国不打这个电话，那才叫奇怪。可是把它讲出来，那更奇怪。那第一个，这是不可收的事。对，当然，对不对？美国不会高兴的。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你知道，对于台湾的国格也好吧，好吧？对于你自己的角色地位，那非常的不适格。也就是说，今天很多当高官的人。只要做好一件事，做好捧民进党的 LP， 能捧得好捧得爽就有官可以做。至于适不适格，并不重要。再过来呢，美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火商来到了台湾，那我们来看看，事实上他这一次大概重点是3个东西。第一个呢是无人艇，就是无人艇。第2个呢，大概就是那个监视用的，这个防空。那个叫那个气球吧，就是监视用的飞行平台，这气球，飞行气球，飞行气球这个那个 T-COM T-COM LP 这一家公司的。那我们来看看卖这个刚好是中国大陆最擅长的，不管是无人艇、无人机，还有这都是大陆擅长的。难道是要用台湾来作为它的武器的试验场吗？不，我的想法第一个想到这，因为我们去买，美国还不见得赢中国大陆的，拿来做什么用？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现在强攻飞弹我就想到我们当年做的轻攻飞弹，跟当时的天空飞弹，这个地方是同时发展的，但是就被美国阻止。我们的 IDF 好不容易在30-40年前，我们开始可以做自己的
的战机，但是自从 IDF 做了第一批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二批了。谁制止的？因为不准你做，你做了以后，第一个你跟他竞合，第二个他就卖你了，卖不出去了。最后我要讲，美国啊不必去告诉我们说无意，台湾不缺钱，台湾缺的是智慧，台湾缺的是担当，美国缺的是真心。这个不缺钱呐，缺的是真心啊，真心啊，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已。我们是真心换绝情吗？对。来，岳老师。对，是，我觉得这个顾立雄果然跟我预期的感觉上是一样的啦啊，因为顾立雄这个一担任国防部长第一次讲的话，礼拜天他就讲了，今天是礼拜二嘛，他这个话的话呢，严重的犯了3项错误了。第一个的话呢，大家对于你平常干律师，现在突然变成国防部长，我必须坦白讲啊，包含我们那边那个岳先，他是当过兵的人，他觉得很窝囊，你知道，因为军人是一种专业嘛，你搞谁都可以干国防部长，所以然后一出口的话来讲的这种话，我必须要强调，这个民进党不是搞台独吗？这个 AIT 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地下大使馆，什么打电话，你不是强调吗？你应该讲说，美国人就应该派大使馆来这里啊，你这个话都不敢讲，你基本上要做这种事情。第3件事情，我觉得美国人实在是不愿意。那个罗森伯格的话呢，也不像军人的样子，美国人也不会愿意你在这边肉麻当有趣了。你自己要搞清楚，你自己今天的身份就很不一样了嘛。这不是耍嘴皮的时候嘛。而且你自己会强调，你要讲笑话的时候，你要顾及场合嘛。因为现在尤其是两岸即将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你不用当过军人，你都知道现在很危险了。赖清德讲这种话，挑衅大陆，那个明目张胆的这个跟大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大家都普遍感觉到有焦虑的情况下，他指望你国防部长讲几句安心大家的话，发觉你还在这边搞这种哭手这就搞好笑的东西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了。那另外的话呢，我对于这个美国的军火商来到台湾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对劲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最大的特征不是武器先进，是超级贵啊。为什么你要跟一个超级贵的人要买东西？然后第二个，你跑来干嘛？在这个情势这么紧张，对不对？联合利剑2024A 刚结束 ，B 马上开始，你都搞不清楚什么东西的话，你现在来的话呢，你本身来讲也没有说这句话，说什么话？你应该说是我们经过评估防御性的武器，你这个话都不讲，30多家来直接卖武器，卖各式各样的武器，还要人家不要打到大陆去。然后你第3点的话呢，说句良心话了。你这个买了170多亿美元的这种武器，里面交付了30多亿，这个欠我们多少？我们都是付了钱了。我们这边的政府是眼巴巴的，希望你赶快把武器送来干什么？要大家一起死得快一点，是不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开口5亿，闭口20亿贷款，你这不是赚利息钱吗？你这个其实讲起来的话，我真的很窝囊的。作为一个台湾人，在这边讲到这种事情的话呢，被美国军工共同体耍得团团转，而自己完全不用。你讲的对了，那么缺乏智慧，这种事情应该是大家应该了解嘛。你既然不缺钱，你干嘛要跟他贷款呢？对不对？你还付什么利息呢？莫名其妙。我们一般老百姓买房子有钱就付现嘛，就不要付利息啊。这谁都懂得道理。你要贷什么款，就没事的话呢，就是等于借利息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大陆这边的话呢，禁渔令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海警3号令这菲律宾是非常反对，但是他做到3件事情。第一个，我想大家要了解宣示主权这个宣示主权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基本上的话，针对菲律宾他不会客气的因为你如果上蹿下跳闹得过高的话，美国对待菲律宾跟台湾态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对待菲律宾的台湾态度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美国也有点顾忌，对菲律宾的话呢是全力支援。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菲律宾本身来讲，因为不是对手，所以全部都依赖美国来进行这个演习嘛，所以这个道理非常清楚。为什么要搞这么久？这禁渔就是让你不要轻举妄动。是观众朋友，我在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在立法院外头的青鸟行动，那时候不是爆出了监控人民的争议吗？中华电信说，的确有立法委员打电话来要他们增派基地台，跟强迫去到现场去。这个打电话的立法委员就叫做洪申翰。洪申翰刚刚说，对，没有错，是我打电话去跟中华电信要求的。可是这是接到民众陈情，我是委员，我接到民众陈情，我要求，这有错吗？有错，不可以这样做。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隐私权，而且涉及到我们的通信的秘密，它不应该到那个地方里面去收集。在这个地方，他说是增加基地台，不是，他没有承认收集，不可能，因为你增加基地台，因为它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名义上是说你增加基地台，实际上是收集当地的讯息，这是不对的啊。我想，不应该这样找理由，而且中华电信也不应该啊随便就屈从于立法委员。立法委员的权责超过以后，你要学会拒绝啊。AIT 是非官方的组织，那如果他们随便就可以跟我们的国防部长通上电话，这不会是一件好事情。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蛮严重的事情。例如说，美国假设驻法国的大使，他就随便就打电话给法国的国防部的部长，法国的政府会有意见的，因为你的对口是法国的外交部，而且呢，你大使要跟外交部长通电话，也不是随便就可以通得上的，更何况你不可以随便碰触到国防部这种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个是逾越分寸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贷款给台湾的钱，美国欠我们的武器，他拿了我们100-200亿的美元，每一年的利息，如果你以美国现在的公债来讲，就是5%了嘛。是。那么如果我们的定存就是3.85%，每一年美国就欠我们5亿以上美元了。那么已经多少年了？所以你累积下来的话，美国欠我们的军火商，美国欠我们的钱也已经是几十个亿美元了，到现在1毛钱都不用给我们。然后编个5亿给你，好像给我们台湾很大的恩惠，就可以让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大做文章，说美国人送台湾5亿，他吃掉我们几十亿美元，拿出5亿给你，然后变成你要感恩戴德，其他的还规定你要跟他借20亿美元，而且还贷款，而且还要支付利息。我觉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你要先做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已经支付钱了，你的武器就应该要交付。你武器没有交付，你违约了就应该要赔偿。结果我们也问过国防部，是国防部部长说我们没有定赔偿，没有定惩罚法。那我们是敢定吗？我们是凯子吗？对，我们敢定吗？不敢定。也就是说，国防部从来没有定任何惩罚的条例，也就是双方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交付日嘛。当然，你延迟几天扣多少钱，对延迟几天扣多少钱，我们没有任何惩罚，对美国一点都不敢。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这个就是一种卑躬屈膝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对于武器来了一下子，赖清德刚上来，军火商涌进来，这什么意思？就是要想办法抢钱嘛。又是来一场抢钱大作战，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台湾的人、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应该是那么容易就被抢走的。我觉得国防部不过现在辜立雄也不会有担当了，我觉得讲都白讲了有关于休渔期或是禁渔期，我觉得这个是过度解读了。2022年的时候，在杜特地，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在黄岩岛这个地方一样有3个半月的禁渔期，是，而且是中国的渔民跟菲律宾渔民都不准捕捞，为什么？因为过度捕捞，渔场会枯竭，环保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这是为了永续经营。是，所以我觉得过度解读了。在2022年的时候，在这个福建，也就是福州那个地方，跟我们台湾移民没关系喽。福州的禁渔期是4个月，一概都不准捕捞，就是为了要把鱼养好嘛。懂。谢谢赖老师告诉我们这样的讯息跟这样的知识。